在一个看似平静的日子，日本议会突然通过了媒体良化法，以避免不良书籍的传播为理由，开始了对图书的严格审查，书籍出版与传播变得随时可能被良化。与之对立的人们宣称，通过了这项违宪法令的议会已经失去了合法性，以另一个议会的形式通过了图书馆自由法，据此成立图书队，保护书籍出版和传播的自由，并且武装保护受其控制的相关设施。自此，图书馆成为了战场。这是大约20年前的文库本《图书馆战争》的设定背景。老花我作为资深史宅，看过很多令人印象深刻而且会记住很久的动漫，而如果前提是女性向作品的话，那么这部《图书馆战争》一定是让我最记忆深刻的。光是这个设定就很让人难忘了，对吧？今天我想带大家回顾一下这本在10几年前十分难得的100万销量级女性向轻小说，一起看看它讲了个什么样的故事，又想传达什么思想。这里是花散里，喜欢这样的内容别忘了先点赞订阅哟。在背景设定中，违宪所说的宪法是指1954年日本图书馆协会的图书馆自由相关宣言，其内容大概是知识的自由和求知的自由属于基本人权，一个人读过什么书，正在读什么书是基本的隐私，即使国家有必要得知这些信息时，也必须和其他的基本权利一样，走合规的司法程序而非行政程序。当这项自由被侵害时，日本国民应该团结与侵权者战斗。那严格的说，这并不是两院议会修宪通过的内容，并不入宪，所以据此认为老议会违宪失去了合法性是不合理的。不过反正是小说嘛，也无所谓。日本本身就是很多年都不会修宪的国家，这样的设定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图书馆战争的主角是立原裕，大学毕业之后作为1等图书士进入图书队工作。他性情冲动，个子高，体能强，跑得尤其快，但是他并不善于坐下来学习，业务也不行。这种性格的他并不完全是因为信念与理想入队的，而且他有一个作为日本社会人的巨大缺陷，那就是脸盲。他连自己憧憬的王子殿下长什么样子都没记住，偏偏他当兵的理由就是这位王子殿下。他在高中时有一次在书店遭遇了良化机构，战斗中他被一名图书队员救下，从此他把正义具象化成了这位王子殿下，立志加入图书队，甚至想要成为实际参与战斗的防卫员。在应聘志愿表格上，玉的申请理由就2个字：正义。在这个世界里，书籍在图书队和良化队2个武装组织之间是战利品，在政治上的立法权归属出结果之前，图书队和良化机构会日常武力冲突。来到图书队的玉被分配的新兵教官是堂上笃，职位是图书特殊部队的2等图书正，后来成了玉的直属上司。堂上为人热血严肃，训人就像打雷，作为图书队员的能力极强，关键时刻能够帮助玉解决各种麻烦，这就是女性向小说的标准男主角了吗？没错，堂上其实就是立原在找的王子殿下。后来向来行事风格出格的3等图书监玄田龙助看中了玉的身体能力，强推他进入武装队伍图书特殊部队，理所当然地安排进了堂上班。图书队其实是个非常看重阶级的组织，新兵霸凌、权力骚扰、以权谋私等等都有，这些在以后的故事中会出现。总之在这里，3等图书监的决定无人可以拒绝。在堂上班里，除了堂上本人，还有3名队员，分别是沉稳的教官小木，出自图书馆界精英家庭的努力型天才手冢光，以及玉的同期室友才崎麻子。其中手冢长得高又多金，很受异性的欢迎。他因为十分尊敬堂上而看不惯不成器的玉，而玉对于手冢的评价则是故作严肃，自以为是。堂上则认为2个人在相反的方向各自都不成熟。另一名队员才崎麻子则是作为信息外挂的角色，设定为小个子美人，毒舌，消息灵通，知识丰富。他虽然嘲笑玉的性格太直，不懂得变通，但是2个人的关系很好。特殊部队其实就是图书队的救火尖兵，既要能和敌军作战，又要能够顶替图书馆工作人员。玉在战斗训练上还能硬扛，射击也能咬牙追上，但是图书馆业务就几乎交了白卷。然后开始了主角团的第一个副本，他们工作的图书馆代理馆长疑似打算迎合良化法，并且藏匿了几本书。接着良化队袭击图书馆，才崎当场判断对方就是冲着那几本书来的，玉于是采纳了建议离岗追踪，手冢也被迫同行，2人勉强协作守住了图书馆。但是鲁莽的行动也被堂上严厉训斥。故事中有一个小彩蛋，良化队想要销毁的书中有一本是出版自由时代出版的社会科幻小说，设定正是政府禁止了出版自由啊，设定突然递归了。
当然用在这里是想要加强设定，避免不良书籍传播只是个借口。实际上良化队想要销毁的书并不是社会意义上的不良书籍，而是政治意义上的不良书籍。总之战斗之后，手冢因此对玉改观，还提出了与玉交往。当然女主角不可能这么早就接受男二了，毕竟是古早女性向小说嘛。这边的战斗刚结束，第二个副本已经开启了，良化支持者们开始了一波宣传，暗示一些少年犯罪者是被阅读的不良书籍影响而误入歧途，并以此攻击图书队整体是否人格正义。这件事在影响到唐善小队的初期就被唐善巧妙地化解了。玉对于王子殿下的感情也从恋爱意义的喜欢基础上增加了一种青少年对于有为大人的崇拜，这让玉邀请手冢一起以不再依赖唐善成为独当一面的图书队员为目标一起努力。不过这件事只是第二个副本的前哨战。不久之后，玉在警备集会时逮到了2名向现场打烟花的初中男生，并打算批评教育一番，但是玄田偏不按套路来。他命令唐善和玉协助少年们把要求图书权利的论坛办起来，进行舆论反攻，还请来了一位女记者旁听采访。在论坛当天，大人们挥舞着粮食的旗帜，少年们则要求读书的自由。玉站在警备岗位上，面对不当发言，几乎是条件反射地替少年们说话。他不是什么高明的辩手，反而像是在战场上扑出去挡子弹的。最终，少年们和图书队的诉求得到了更多舆论支持，唐善也难得给了玉高评价。这段情节其实后来真的在现实中发生了类似事件。2013年，日本岛根县松江市的教育委员会曾经要求市立中小学对漫画《赤脚阿元》采取利用限制，建议图书馆不要将此书借给中小学生，立刻遭到了日本图书馆协会的反弹，要求松江市教育委员会尊重青少年的阅读自由，重新考虑并且撤回这些限制。当时事情越闹越大，发展到了日本文部科学省以及其他的县政府分别声明自己的观点，数千人现场联署要求岛根县取消限制的局面。回到图书馆战争之后，是主角团的最终副本，一座私立图书馆难以为继即将闭馆，那里收藏着与良化法相关的几乎全部资料，包括促成图书队结成的日野的噩梦。特殊部队总动员前往转移藏书，预料必有恶战，却唯独把玉排除在了行动之外。玉以为自己不被当成战斗力，情绪跌到了谷底，但是真相是唐尚担心他受伤，并且他的父母也不希望他涉险。玉只能逼自己在自己的岗位上证明价值，于是作为警护，陪同坐轮椅的关东图书队司令到领外出。结果2人被良化法赞同团体给绑架囚禁了，警方不可靠，刚结束激战归来的特殊部队只能自行救援。玉在窗边等同伴时，只凭外面伸出的手的信号就认出了唐尚，在一种见其指不见其人而知其心的作用下，发现了唐尚很可能就是王子殿下。唐尚救出了玉之后，也向他坦白，其实从入队面试开始就认出了玉，还嘲讽了一波自己可不像玉一样脸盲。他之所以严厉，之所以总在玉的面前贬低否认王子殿下，是因为他真心想要让玉在这个世界活下去。经历了这一系列事件，玉确认了自己在队内的存在价值，玉对王子殿下的感情也发生了变化。他对唐尚宣言道：“我一定会超过你的。”回到宿舍之后，才起把绑架事件更详细的情报讲给玉听。玉感到自己长期习惯了被父母过度保护，连自己真正的工作都不敢向父母说。他终于写信给父母，说这份工作很有价值，上官很可怕，性格也坏，但是值得尊敬。以玉变得成熟和独立，结束了第1卷的故事。图书馆战争这本小说显然是直接借用了图书馆自由相关宣言的精神结构，甚至就是把宣言中的核心表述作为章节题眼来展开叙事。作为一本以男女关系为主线的女性向文库本应该是写给中学和大学女生看的轻小说，然而图书馆战争大大出圈，十分难得的在这个分类下获得了100万销量，动画化、影视化、真人电影全都安排上了，而且读者年龄出奇的大，感觉有点像只用日本战国来阴阳怪气时的我的频道。除了设定确实太有趣太有话题性，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这个设定十分引起
共鸣。这个故事是以图书馆为舞台，但是这个设定显然远不限于书籍。有高赞的书评写了几十年前父母们对游戏的恐惧，联署请愿要求日本政府出台法律限制青少年打电动。有日侨写了长评，回忆80年代美国的龙与地下城恐慌，并且认为事情过了几十年之后再回顾，没有人会认为龙与地下城真的暴力或者置换，但是在当时很多人真的是这么认为的。可能是当时体系化的宣传改变了人们的判断能力，上位者害怕青少年在这些优秀幻想作品中获得想象力，从而难以被他们设定的规则框住。至今仍有日本的影视从业者在谈及越来越繁琐的行业类规制时引用图书馆战争。其实图书馆战争的设定显然有严重的不合理，但是这不影响它是一个十分优秀的轻小说背景设定，优秀到把整本书的水准拉高了不止一个层次。而这些设定中，我认为最有趣的是对读者的问心。在这个故事里，规制方也总能讲出正义，而且言之有理；管制方当然有其合法性和理由，而且比图书队更有合法性和正当性。即使抛开了这些政治问题，社会更稳定、更好的方向当然也是人们所追求的。图书队本身也不是正义的化身，反而是一个高度官僚化、阶级化的准军事组织。图书队内部似乎还有人想要借用多元和包容的口号去实现新的愚民和集权野心，这让读者更能超脱庸俗的标签化，从自己的内心想法出发，也不是站在上帝视角泛泛而谈，而是你自己到底想不想要阅读的自由，以及你自己有权利的话，是否想要限制别人的阅读自由，你是否想要删改别人的记忆？答案显而易见，作者的主张也显而易见，人类本就野蛮，文明必须战斗，人心为微，道心为微，唯精为一，允直确中。这里是花散里的频道，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还有热推呀！我们下期再见。